德云社跨年专场上的一幕再证岳云鹏逆天地位。调试完不是调戏完，不是调戏完，你完全调戏了。哎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在武汉，师傅。武汉是一个美丽的城市。我听说了啊，吃热干面了吗？吃了。你们现场不热闹，是不是观众没来啊？ 12月31日，德云社举办了8省10城跨年演出，郭德纲、于谦坐镇北京，其他弟子则分散各地。期间连线环节，郭德纲选的第一个徒弟就是岳云鹏，师徒两人也不负众望，愣是把再平常不过的对话说成段子，甚至于连孙越都无辜躺枪。对，这是孙越吗？啊，真是生日谢，是不是瘦了？小岳，你旁边站的是个什么？是一个。咱就说，两人不愧是德云社最卖票的相声演员，临场现挂都这么搞笑。不仅如此，郭德纲在炫耀自己的演出阵容时，还不忘占谦大爷的便宜。这是我们的阵容，您的阵容是什么？老师，我们的阵容不值一提，有我大儿子郭麒麟，还有呢，师傅，还有我二这边。果然，说相声的没一个好人。在关心完岳云鹏的演出情况后，郭德纲才开始和其他弟子一一连线。要知道，去年跨年演出，郭德纲关心最多的还是张云雷。仅仅1年的时间，岳云鹏在德云社的地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另外，此次跨年专场上，岳云鹏也兑现了4年前的承诺，邀请援鄂医护人员听相声。在疫期间，一位名为李默默的援鄂医护人员在个人社交平台喊话岳云鹏，等疫情结束以后，能不能约他们去德云社看演出？我们想开怀大笑。本来只是随口说一句，没想到过了半天，岳云鹏自己账号上郑重承诺一定请他们看相声。期间有其他医护人员也表示想去，岳云鹏直接承诺来。时光荏苒，4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但岳云鹏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。他不仅将自己的演出地点定在了武汉，还向李默默等人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函，这让李默默等人既意外又惊喜。毕竟很多明星都是说说而已。郭麒麟的一个举动差点让郭德纲泪崩。2024年北展跨年专场中，郭麒麟惊喜回归，其中他在和父亲郭德纲表演说学逗唱时，突然亲了郭德纲一口。虽然说郭麒麟此举可能是为了舞台效果，但郭德纲确实没忍住。随着郭麒麟那个吻落下，郭德纲先是一愣，仿佛心底深处的感情被触动了，然后使劲的眨巴眼睛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缓了一会儿后，郭德纲又笑得像个孩子，说不出的开心。有人说父子俩人感情不好，只维持着表面上的和气，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，或许这份爱是那么格格不入。另外，关于父子不和的传闻，郭德纲也在台上进行了砸挂。我儿子太孝顺了，爸爸我准备给你买一牙刷啊，要不然黑粉都说你连牙刷都没有。是，可我不爱刷的。那是啊，牙刷给你，你把那3套房给我退回去啊。都在我师傅那儿改太平间了。看得出来，郭德纲心里还是有这个大儿子的，不然也不会给郭麒麟买3套房子。要知道，在寸土寸金的北京，随便一套好点的房子都要几百上千万，何况以郭德纲的身家，肯定也不会给郭麒麟买2居室的小房子。再有就是郭麒麟和继母王慧的关系，也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多阴谋。比如说，郭麒麟此次回归就是王慧发消息喊郭麒麟回来救场的。不过有些令人好奇的是，郭德纲今后是否会把德云社交到郭麒麟手上呢？郭德纲这是彻底不给同行留活路了。今天晚上德云社在10个城市，同时跨年演出。好家伙，我们派出去好几10对相声演员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都是您各位捧我们。前几日，郭德纲率领德云社在全国10个城市分别举办跨年相声专场，而在返场阶段，郭德纲又开启全场大连线，气氛简直不要太欢乐。不过相对的，主流那边就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了。想当年，郭德纲第一次举办跨年演出，派张云雷前去西安表演，谁知正好碰上苗阜的青曲社周年庆，于是媒体纷纷宣称为张云雷是一个3流演员，是郭德纲的弃子。苗阜也不甘示弱，直言郭德纲是看不起自己。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张云雷愣是拖着病体将苗阜打了个落花流水，狠狠替师傅出了一口气。桃园街上见，女儿这么大天，在其为这个明马公，细听我来仰望。那一夜，张云雷也被郭德纲受封平西王。都知道郭德纲有仇必报，既然你们看不起我，那我就不给你们留活路。继4城跨年演出后，郭德纲今年就推出了10城演出计划。不过和之前不同的是，现在再也没有人敢说德云社演员一个不字。毕竟除了云鹤九霄之外，哪怕是德云社最小辈的小字科，也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。
爷爷，爷爷，我是葫芦娃里边的爷爷，你看看。作为岳云鹏最得意的门徒，尚小菊不仅继承了小岳岳的搞笑，就连控场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特别是在前段时间的钢丝节中，尚小菊凭一己之力将冷掉的场子重新活过来。上面是上，对，我给你对小菊，小菊是个什么东西？是你的宝贝呀。咱就说有这样的徒孙，郭德纲怎能不骄傲？